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习近平的演讲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担当，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就在习近平发表演讲的当天，中国公布了2021年的经济成绩单，比上年增长8.1%，为10年来最大增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命运密切相关。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发展前景和政策导向的权威阐述，必将增进各方对中国未来的理解和信心。周一在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是习近平主席今年出席的第一场重要多边外交活动，也是继2017年和2021年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站上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达沃斯世经论坛讲台，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如果说2017年习主席达沃斯演讲的核心是阐明中国如何看待和推进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去年演讲的重点是中国主张维护和践行什么样的多边主义，那么今年演讲的主题就是如何开辟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战疫情是习近平达沃斯演讲的第一个关键词。面对全球抗疫的复杂形势，习近平指出，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表示，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会议上的演讲是推动全球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强调，要积极开展药物研发合作，要确保疫苗公平分配。施瓦布认为，中国在这些领域树立了良好榜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也呼应了习近平主席在全球联合抗疫方面的主张。古特雷斯在致辞中指出，过去2年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放弃任何人就意味着放弃所有人。要实现真正改变，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古特雷斯特别提到疫苗公平问题。Vaccination rates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are shamefully 7 times higher than in African countries. 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0亿剂疫苗。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中，习近平郑重承诺，中国将再向非洲国家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还将无偿向东盟国家提供1.5亿剂疫苗。中国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担当。达沃斯论坛有着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今年的论坛以世界形势为主题。对于全球经济，习近平表示，世界经济正在走出低谷，但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乱，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能源供应紧张等风险相互交织，加剧了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习近平指出，现在大家有一种共识，就是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必须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习近平在演讲中不仅提出中国方案，也呼吁发达国家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如果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急刹车或急转弯，将产生严重负面外溢效应，给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首当其冲。联合早报注意到，美联储上月宣布将加速缩减大规模购买债券计划，并暗示今年可能加息3次，以应对通胀。国际货币基金上周警告，美联储若为应对通胀而急剧升息，可能导致资本市场动荡，发展中国家需准备应对风险。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的演讲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既充分展现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责任担当，又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指出了正确方向。
习近平还在演讲中提到，摒弃冷战思维，呼吁各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对此深表认同。在施瓦布看来，习近平主席的演讲让全世界再次清晰地听到了中国对推动全球合作做出的承诺。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中国和全世界都可以从中受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密切关注并及时报道了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演讲中阐释的中国主张。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国际现实问题研究所专家聂日丹诺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提出了另一种全球化模式。聂日丹诺夫认为，习近平的演讲显示出中国愿意承担义务，充当起当前国际关系中所缺乏的平衡力量。演讲中阐释了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全球化途径。聂日丹诺夫指出，中方的理念则侧重于让全球化更加公平、更加可控。那么全球化当时是由美国西方提出来的，那时候他们从中赚了便宜，他就很高兴，所以他对全球化的态度完全是一种利己的态度啊，利己的态度啊。那我们的方案就是说呢，我们就是不但是对自己有利，我们更要对他人有利，对全球经济有利。媒体注意到，在习近平发表演讲的同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了2021年经济成绩单。中国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14万3670亿元，比上年增长8.1%。王毅介绍称，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介绍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当前发展的良好势头，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增进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俄罗斯塔斯社周一报道称，2021年中国经济在成功摆脱疫情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实现近10年来的最高增长，达8.1%。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受中国2021年 GDP 大涨8.1%的消息影响，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多国股指上涨。亚洲投资者积极评价中国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印度拉迪夫网站感叹，尽管面临疫情复发和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在2021年仍然实现了高速增长。德新社表示，根据前3个季度的数据，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速将远远超越美国和欧洲各国，甚至可能达到德国的2倍多。韩国经济称，未来几年中国只要维持5%左右的增长率，那么2030年中国 GDP 就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现在世界的话呢，美国第1大经济体，我们第2大经济体，对吧？美国的问题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大家希望都寄宿在中国经济上。中国经济如果也是下滑的过快的话，那等于就是说整个全球经济没有增长动力了啊。那好在我们经济复苏力度又有所回升，那么全球的经济动力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程度上讲，可以说给全球经济下了一个定心丸。对于最新的中国经济成绩单，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经济总量超不超过美国，我们不感兴趣，也不是我们的追求。让14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才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乐玉成指出，要知道中国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2亿多中国家庭没有抽水马桶，中国人获得大学本科以上教育的比例仅有4%，而美国却有25%，这才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努力去改变的。比起 GDP 是否超美，我们更看重我们在思想观念、治理能力和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等方面实现赶超，要力求更先进、更符合人民期盼、更顺应时代潮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他们如何评说呢？主持人好。在新冠疫情让国际社会一筹莫展、世界格局变化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被多国看作是为破解时代重大课题指明了方向，为合作战胜疫情提振了信心，为共创后疫情时代的美好世界凝声聚力。归纳起来呢，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做出了合作共赢的榜样。中国呢是最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
也是最早把疫苗当作全球用得起的公共产品对待的国家。中国呢，不仅给发展中国家捐赠了数以亿计的疫苗，也用自己的有效的防御政策取得了经济增长率达到8.1%的优异成绩，满足了国际需求。这说明呢，疫情防控的好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是在为人类做贡献。其次呢，习主席是出席达沃斯论坛的大股首脑，呼吁加强全球合作。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呢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习主席的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够顶住惊涛骇浪。这句话呢，引起了广泛的共鸣。第三是习主席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往何处去给出了答案，就是呢要携手合作，同心协力，摒弃零和游戏，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坚定地捍卫多边主义，秉持互利共赢理念，通过构建开放性经济世界经济为全球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世界经济呢回到发展正规。第四呢，是习主席再次强调要摒弃冷战思维，敦促主要发达国家呢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应，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如果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急刹车或者是急转弯，将产生严重负面外溢效应，给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挑战。发展中国家呢将是首当其冲。海外媒体呢都说呀，这是在不点名的警告美国。好的，谢谢陈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就在此次中纪委全会召开前夕，5集反腐电视专题片《零容忍》开播，多名落马官员出镜忏悔，有舆论称既震撼又震慑。在周一播出的第3集《惩前毖后》中，通过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案等案例，讲述纪检监察机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清华高材生40岁成北京副市长，身上拥有不少引人侧目标签的陈刚被查出受贿1.2亿。为圆设计梦，受贿建造占地109亩的私家园林，最终没能持续人生前半程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到哪都人家说你是年轻有为的专业干部，有飘飘然的思想。陈刚从事和分管北京规划和城建工作达17年之久，而他手握规划审批权，又正值房地产业高速发展时期，在房地产商重点围猎下，陈刚逐渐失去了定力。老板从安排他吃请娱乐，发展到提供车辆、信用卡，再到直接送上房产巨款。陈刚则利用职务便利，为老板在项目用地性质变更、规划设计方案审批、规划调整、项目审批验收等方面提供帮助。党的18大之后，中央纪委陆续收到一些关于陈刚和老板交往密切、作风奢靡方面的问题反映，对陈刚进行了函询，陈刚全部予以否认。但最终在中纪委的努力下，陈刚决定投案自首。有噩梦，也会有纠结。过往这么多事情怎么办？怎么清理？自己也是有自知之明的。教育和挽救，才是我们审他的追求。更重要的是要让他认识到自己为什么做错，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错误的方向，鼓励他自己能够反省自身的人生经历。投案自首后，陈刚主动和专案组进一步深谈自己做过的几桩荒唐事，发自内心做出了深刻忏悔。其中之一是关于建私家园林的问题。2002年至2014年期间，陈刚为了满足自己的设计梦，让老板出资数千万元，分2期在北京怀柔为他建造一座私家园林。由于这处园林违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陈刚被查处后已经被拆除。我现在虽然到了这儿接受审查，实际的自由我是解放了，我睡得下了，吃得下了。当然我现在很痛悔，一个是痛悔对不起党和人民有负一次，第二个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浪费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可幸的是，我最后醒悟的往来毕竟醒了嘛。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周二晚播出的第4集《系统失治》，就通过内蒙古多名中管干部涉美腐败案，讲述了如何对顽瘴痼疾系统失治的故事。从2018年开始，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对内蒙古自治区这个5名中管干部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这些腐败问题呢，都与这个煤炭相关。通过这些案件，也暴露出了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在煤炭领域这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白向群、云光中、云公民都曾经在煤炭资源丰富的蒙市担任过一把手，最主要权力之一就是资源配置权。而对于煤炭企业老板来说，无论是购买煤矿、置换煤田，还是推进煤转化项目，都需要政府审批，这就使企业老板有了围猎的需求，也使政府官员具备了寻租的条件。最大的诱惑就是说了算，你为老板批这个批那个干啥都可以。你抵御不了这种诱惑，最终的结果就上秦城。被围猎的不单是你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的亲戚朋友，这一个群体，他要围你，是吧？结果是到我这一代，特别包括我下一代，就是这方面在这个经济这个发展过程中没有把握住。为了这个讨好我父亲也好，输送利益也好，就通过煤炭的形式，就让我们低价买高价卖。实际上，他们这种大型煤炭企业啊，首先他跟我父亲熟，就包括跟凯晨的父亲，他们实际上这个都很熟啊。没有这个资源的话，你对接不上，这个人家这个批发价为啥给你？官商勾结破坏了正常的市场和监管秩序，导致无序开采、违规开采、粗放开采、过度开采等各种乱象丛生，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严重影响民生。那地方老百姓过的啥日子？门都不敢开，窗户不敢开，每天扫地，地下一层黑车里，乱挖乱采，为老板挣的钱了，老百姓受了苦了，国家受了损了。煤炭领域腐败问题还扩散蔓延到交通、土地、房产等其他领域。一些煤老板发家后，进而参与修路、炒地、炒房、权钱交易也被带入其中。其实我没做过生意，我也是根本不会。鄂尔多斯的很多官员都是我爸的老部下啊，所以就很方便。我们在进行个土地开发啊什么的，就给我们这个开绿灯，做了很多违规的事儿。2020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专项整治，清查发现，有煤的地区、管煤的部门、涉煤的企业、配煤的项目，大多数存在违规乃至违法问题，腐败存量之大，牵涉范围之广，涉案人数之多，都令人触目惊心。涉煤腐败在内蒙古滋生蔓延，这个形成的利益集团呢，盘根错节，在自治区延伸出了这个庞大的涉煤利益链、关系网，还有共富群、官商勾结、合伙成事，他们或明或暗的干涉政治，干扰经济社会发展。涉煤腐败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截至2021年10月，专项整治共查处涉煤腐败案件736件，1023人，其中厅局级69人，县处级243人，查处涉煤经济案件57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39人，追缴挽回经济损失523.88亿元，以空前的力度宣示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我想掏心窝子说2句话：过去在外边睡不着觉，特别是反腐高压下，要想睡好觉，有一个安心稳妥的明天和后天，赶紧该投案的投案，没干的千万别再干，干了的想法跟组织说吧。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反腐专题片《零容忍》在继续播出，那么您从中看出了怎样的反腐力度？今后反腐态势如何呢？从电视专题片《零容忍》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共对腐败的零容忍。内蒙古涉煤领域的腐败案倒查20年，
处理停局级干部62人，显示出反腐力度之深。中信银行前行长的腐败行为也给全抖露出来了。那么，对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的腐败调查也是查了个底朝天，大大小小的腐败行径全部公布出来，可见了反腐的广度。那么，按照今天召开的19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公布的数据，去年1至11月呢，全国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13万余个，这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9万余人，其中呢，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是12万余人。很显然呢，中央在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并且呢，把反腐作为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的反腐态势如何呢？那就是打虎排鹰、补律不停，制度建设提及不稳。坚持呢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一，第5届中国菲律宾马尼拉论坛以线上方式举行。论坛以“携手迈向未来，奏响中菲友好主旋律”为主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发表视频致辞。非政府多名内阁成员、国会议员、驻菲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中非知名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各界人士逾300人在线出席，约5000人通过直播平台在线参加。王毅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绝不会以大欺小，更不相信赢者通吃，愿与菲律宾携手妥善处理南海问题。王毅表示，针对南海问题，中非双方都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在一时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两国应该将这一问题置于适当位置，防止影响甚至绑架中非关系全局。如果只突出单方面的主张，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对方，这不是真正的为邻之道，也不是东方人的相处哲学。主要是针对美国等等西方国家，近期不断的指责中国所谓的以大欺小，实际上他们是在给中国呢划定一个罪名，以此呢来套住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其实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此外，王毅在视频致辞中还谈到了一系列中非合作的内容。对于不久前菲律宾遭受超强台风袭击，中国政府决定再向菲律宾方面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他还介绍，中国向菲律宾提供的疫苗已达5700多万剂，愿意继续保障菲方疫苗需求，同菲律宾携手彻底战胜疫情。在“一带一路”方面，中国支持菲方完成戒毒中心、马拉维战后重建、马尼拉桥梁等重要项目。作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中国愿意继续向更多的菲律宾的农产品打开大门，带来更多的投资，帮助菲律宾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今年是菲律宾的大选年，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政府自2016年上台以来，在南海问题上一直传达和平友好的信息，中非两国也就南海利益达成了合作开发的一致意见。据马尼拉公报等菲律宾媒体去年12月26号报道，杜特尔特在出席一个会议时谈及南海问题和台海局势，他重申菲律宾绝不会与中国开战，并宣称如果台海发生战争，菲律宾将保持中立。关于南海问题，杜特尔特认为，在南海目前没有争端是好事，这能让菲律宾士兵能全力协助政府应对台风。报道还称，即使在争议海域出现紧张，杜特尔特也重申他不会与中国开战，因为菲律宾对中国毫无胜算。不过，随着大选的临近，菲律宾政界也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的不和谐声音。近期，菲律宾在军购上的动作也值得关注。据多家外媒报道，上周五，印度和菲律宾官员表示，两国已经达成协议，印度将向菲律宾提供布拉莫斯反舰巡航导弹系统。菲律宾军方透露说，反舰导弹将从北到南部署在菲律宾群岛上。
据了解，这将是印度首次出口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总部位于新德里的印度俄罗斯合资企业制造。菲律宾政府于去年12月31日致函该制造企业，同意以3.75亿美元购买3套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系统。印度官员介绍，每套系统包括2个导弹发射器、1个雷达和1个指挥控制中心，可以在10秒内发射2枚导弹，并表示这份合同有望在本月签署。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上周五在脸书上发帖称，这些导弹将主要由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海岸防御部队来操作。该交易中还包括对操作员进行培训和提供后勤支持。周日，洛伦扎纳还表示，菲律宾与美国国防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旗下一家波兰公司的首批订单32架 S-70I 黑鹰直升机将于明年开始交付。菲律宾超过6.2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批直升机。他表示，这些直升机将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应对灾难。根据此前报道，菲律宾政府去年已经订购了16架 S-70I 黑鹰直升机，目的是取代本国空难频发的老式直升机。去年12月28号，菲律宾签署合约，耗资约5.56亿美元，从韩国采购2架轻型护卫舰。洛伦扎纳称，这一项目将让菲律宾海军拥有2艘现代化的可执行反舰、反潜和防空作战任务的轻型护卫舰。这2艘轻型护卫舰将由韩国著名的造船巨头现代重工建造。5年前，韩国现代重工也曾赢得为菲律宾建造2艘巡防舰的合约。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方在南海方面也动作频频。根据中国智库南海态势感知平台的监测，上周五上午11时许，哨兵卫星在南海南沙群岛永暑礁以西约130海里海域捕获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卡尔文森号是美国首艘携带有 F-35C 隐形舰载战斗机和鱼鹰轻转旋翼飞机的超级航母。它自从去年年中离开美国本土后，持续在西太平洋演习，并多次在南海伙同其他美国盟友搅局。上周五当天，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美国准备在南海举行由1个航母打击群和1个2栖攻击舰领衔的2个准航母群演习。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照片，这2支美国海军舰队已经在南海汇合，领衔的是卡尔文森号航母以及刚从中东撤回的埃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此外，珍珠港号船坞登陆舰以及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奥凯恩号和墨菲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上普兰湖号，连同2艘补给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正准备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随着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在亚太海域的部署，美军在中国周边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数量也增加到3个。美海军在西太平洋还部署有林肯号航母，以及在日本横须贺港停靠的里根号航母，这也引起了外界对美国海军在亚太力量部署的关注。不过，庞大的美国海军这次的部署显得有些外强中干。美国海军时报14号披露，卡尔文森号经过近半年的高强度部署后，在去年年底的6周内接连发生4起 A 级事故，其中3起事故都发生在1周之内。此外，美军停靠在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正处于维修期，目前无法执行任何实质性的作战任务，连担任直升机航母都不行。有分析认为，在南海问题上，美方频繁挑拨离间，屡屡抹黑中国，用心险恶，其目的就是要在南海地区挑动冲突对抗，破坏团结合作，由此进一步开拓其在这个区域的军事存在。这些其实就是再次彰显了美国这种在地区的这种麻烦制造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用军事干预的方式，在这里制造这个紧张对立的这个氛围，促使中非双方之间出现一些这个互相的这个猜疑。周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其上任后的首次施政方针演说，大力宣扬其所谓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一方面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希望发展稳定的中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即将举行的美日首脑视频会谈中，双方将讨论如何拉拢其他国家一起搞所谓对华技术封锁。周一，日本新一届国会正式开幕，会期共150天。当天下午，岸田在众议院发表首份施政方针，着重强调了如何应对新冠疫情以及气候变化。而对于朝鲜近期连续4次发射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器，岸田表示，日本方面不会坐视不理。
北朝鮮が繰り返す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は断じて許されず、ミサイル技術の著しい向上を見過ご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岸田在演讲的第8部分谈及外交政策，宣扬其所谓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岸田称，作为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基石，进一步加强的美日同盟关系至关重要。但同时，岸田也表示，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希望与中国发展稳定的关系。日本共同社称，岸田的表态说明他考虑到了平衡。岸田他是鱼与熊掌兼得的那种心理，他实际上是，也必须要就是考虑到就是中日关系的这个重要性，因为他自己也说到，就是说日中的这个经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在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问题上呢，他没有完全跟着美国的这个脚步，就直接猛地往前冲。在对华关系上，岸田声称继续在各种问题上进行对话，就共同问题进行合作，但他也敦促中方所谓负责任的行事。同时，岸田还表示，为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将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和欧洲各国携手合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霍建岗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岸田等人的最新表态都显示了日本新一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两面性，保持中日关系基本面的稳定，同时联合其他国家从外部制衡中国。一方面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一种强硬的这个，无论是态度还是行为都是强硬的，同时又喊这种稳定的这个中日关系，这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需要的是日本在很多问题上真正做出改善中日关系的这种态度和行为。岸田发表施政讲话的同一天，日本外相林芳正也在国会发表外交演说，并表达了类似的立场。据共同社报道，关于钓鱼岛问题，林芳正称绝不能允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并提及南海、台湾、香港等问题。事实上，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日本政坛重要人物，近期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球。对此，中方已给出明确警示：如果日方执意玩弄台湾牌，将危及中日关系大局。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甚至做一些比较出格的这个举动呢，实际上是已经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4项政治文件的这些原则。同时的话呢，也是违反了他之前对华的一些承诺。那么这样做的话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肯定会破坏中日关系的这个大局。本周五，岸田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谈，这将是岸田上任后与拜登首度长时间会谈。协调双方的对华立场被认为是该会谈的重要内容。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周日在声明中表示，新尖端技术相关合作将是两国首脑会谈议题之一。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最尖端技术方面，美方以所谓担心转为军用或用于侵犯人权为由，加强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近年来，美国不断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企业进行野蛮打压。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明显加大了力度。拜登政府则利用所谓实体清单、芯片禁令等手段，不断对中国企业进行单方面制裁。去年12月16号，美国财政部将8家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12月中旬，美国政府又连续推出4波涉及中国企业的制裁，涵盖数十家中企或研究机构。而日本方面，岸田文雄执政后将所谓经济安保作为政策招牌，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在经贸、技术出口等方面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限制。另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美日两国正在探讨建立新的高科技出口管制跨国机制，并拉拢有意愿的欧洲国家加入。拜登去年10月提出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框架，预计今年启动全面磋商，尖端技术的管理也是其中主要议题。有分析指出，在技术管控领域，尤其是限制对华技术出口方面，美日两国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日本对美方亦步亦趋。但这种拉小圈子、制造对抗的行为，暴露了美日典型的冷战思维。日本其实它现在也在这次的这个本届的通常国会上呢，它要提出一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安全方面的法案，其中的内容呢也涉及到刚才说到的这一块，就是对中国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封锁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谓的这个安全上的这个目的，其实是一种就是想要对中国的这个发展阻碍的这么一个目的。不过，即便面临美日的打压，中国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全球贡献也越来越获得认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已经从2013年的第35位上升至第12位，是排名最高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也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表示，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并在科技创新领域给世界带来诸多惊喜。中国继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美日探讨建立高科技出口管制跨国机制，体现了明显的技术封锁倾向。这种强制性技术管控不符合市场规律，也将对全球科技创新和普及造成消极影响。单方面的封锁这种正常的这个技术的这个交流的话呢，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面的一个东西。那么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日本的经济界，包括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团联呢，也对日本政府现在的这种态度表示担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中国即将进入冬奥时刻，菲律宾也即将迎来国内大选。那么在您看来，值此之际，王国伟为中非马尼拉论坛视频致辞有何特殊含义呢？过去的起伏证明，中非是搬不走的邻居，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国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对非政策稳定而持久，与邻为善，欢迎搭中国经济便车，把两国乃至中国与东盟关系推向更高水平，把南海变成和平合作之海。至于菲律宾呢，虽然它有特殊的国情，但越来越多的菲律宾民众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方面，中国从不是阻碍，而是东风。我看过菲律宾学者米科加朗的分析，加朗就直接引用了杜特尔特的新国安政策的原话，那就是菲律宾继续承认美国作为自己唯一防务盟友的地位，还有日本的所谓战略伙伴帮助，但同时也要确保菲律宾的决策和实施连贯性，确保政府的表态与行动的一致性，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失控，管控与中国的关系，防止孤注一掷所造成的威胁。当前，菲律宾年均对华都有不菲的贸易顺差。从中非贸易构成看，菲律宾对我依赖已达到甚至超过对美对日依赖，尤其在水果、劳务出口方面更是如此。况且，菲律宾从中国进口的基本都是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这在抗疫过程中表现得更明显了。更重要的是，随着中非全都进入了 RCEP 自贸框架，菲律宾社会主流的看法是必须尽快实现对华产业对接，增强菲律宾经济的内生动力。我们当然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包括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会最终站在正确的道路上。日本首相岸田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既强调日美同盟重要性，也提到日中关系正常化50周年，希望对华构建具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那么您如何看待未来1年的中日关系呢？我查了一下档案，今天日本台上的人都曾参加过中日友好交流，也曾为中日世代友好举杯祝愿。在岸田内阁，或许50年前田中大平体制下所产生的亲华情绪已经淡漠，但至少知华的知识储备要比前几任强一些。英国杜伦大学的教授布朗森告诉我们，经历快10年的安倍时代，日本社会整体经历了一次民族主义扩张，特征是鼓吹打破2战后体制，将日本普通国家化，通过绑定日美同盟实现日本武装力量的军队化、海外用兵常态化，以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把日本抬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玩家。这也造成了日本社会情绪的集体右转，尤其安倍及其追随者从最初拿钓鱼岛，到后来竟连台湾、香港、新疆问题都拿来和中国制造摩擦，这就导致了日本政坛坚持对华友好的人原来理直气壮，现在也易受攻击了。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就是脆弱妥协产物的岸田内阁，其对华方略不可能巨变。即便是有外相林芳正这样的重磅知华人士，也是如此。日本的学者佐佐木文子曾直言不讳地提醒我们，要注意岸田文雄和林芳正在去年9月以来大频率使用的词汇，也就是实用主义。站在岸田的角度思考，我个人的观点，岸田内阁很可能奉行更平衡的外交安保思路，保持美日同盟关系不变，然后寻找和中国合作的空间。我注意到林外相曾公开呼吁日本媒体不要用 friendly 来形容对华政策，要客观看待中日关系现状。这也意味着岸田的对华政策将是平衡日本右翼民意和自身外交需要的实用主义，同时呢，减少意识形态对决策的影响。岸田文雄和林芳正的组合有助于避免执政的自民党和具体业务部门外务省分裂为亲美亲中2个派系，而形成一个一致决策、一致执行的体系。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